Hello，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现在呢是刚刚进入了 Year 5 Sem 2，也将会是我大学生涯里的最后一个学期了。唉，是的，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毕业，这是因为医学系要读5年。那读那么久到底是在干嘛？在过去的5年里面，我又学了些什么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一讲的东西。医学生的大学生涯可以被分为2个阶段，分别是 Year 1、Year 2的 Preclinical Years，以及 Year 3到 Year 5的 Clinical Years。Clinical 呢就是临床，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会去接触病人，而在 Year 1、Year 2呢，我们只会去接触课本。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Clinical 前面加一个 Pre 字，它就是临床之前，我们会读一些重要的知识，然后带着这个知识上 Clinical Year 去接触病人这样子。更细致的说，Preclinical Years 的阶段呢，我们会学各个人体的 Systems， 然后每个 System 会学它相关的 Discipline。简单来讲呢，就是这些所有的系统，比如讲这个心脏啊、呼吸啊、消化系统啊、神经系统啊等等，我们都会去学它里面的这些东西。当然就包括了像 Anatomy 解剖学，我们学这些人体的 structure 呢，它出现在什么位置，它的功用是什么。Physiology 生理学，一个没有生病的正常人呢，他的这些所有的 system 是怎样运作的。Pathology 病理学，就是这个病呢是怎样发生的。Microbiology 就是我们学一些感染，可以是 bacteria、virus 这些有什么样子的类型啊等等。Pharmacology 药理学，我们学各种各样的药，它的作用，几时需要用它，然后它的这个 side effect 是什么，这是我们都会在学到的东西。当然可能我这样子讲是不是感觉很空，那我就给你一点画面感。举一个例子啊，在这个 cardiovascular 心血管的系统里面，在 anatomy 的话，我们就会学解剖学，也就是说各个 structure 的这个 location 在哪里。比如讲，可能我们在以前的 SPM Bio 有学过心脏啊有多少个这个心室、心房，有 ventricle 有 atrium 啊，有什么 pulmonary artery 啊等等等等。但是在医学系里面，我们当然会学到更加深入一点。比如说这边心脏的功用呢是泵血去其他器官嘛，但是心脏本身的这个肌肉它自己也是需要有血，以便可以提供 oxygen 给它的。那我们就会有这个 coronary artery， 也就是供应血给心脏的一个血管。那这个 coronary artery 呢，它又有很多个不同的分支，它有左边有右边，每个不同的分支又可以供应去心脏的不同的部分，比如讲下面啊、前面啊的部分的心脏等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知道的。这是关于 anatomy。接下来是 physiology， 我们就会学这些东西，这些系统正常情况下的运作是怎样的。比如讲心脏在泵血的过程当中呢，它有2个阶段，一个叫 systole， 一个叫 diastole。Systole 就是当你的心脏 contract 的时候， diastole 就是当它 relax 的时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事情会发生，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 heart valve， 就是这个心脏的这个阀门，它会有一共有4个 heart valve， 然后它会在不同的阶段 either 在 systole 或者在 diastole 的时候去关闭或者打开。那我们需要知道这些正常的情况下它会怎样，以便当它不正常的时候我们可以 detect 得到。又或者说比如讲到这个 heart valve 啦，当我们用听诊器去听心脏，如果我们听到一些异常的声音的话，那如果他在 systole 听到跟他在 diastole 听到，就可以帮助我们区分到底是哪一个 heart valve 出了问题。所以这是知道这个 physiology 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学到像 pathology 病理学，就是有一些病，比如讲这个是相对 common， 叫做 heart attack 心脏病发作，或者它更医学的名字叫做心肌梗塞 myocardial infarction。所以我们就会学这个病是怎样形成的咯，然后这个病是什么这样子。比如讲刚才我们有提到嘛， coronary artery 是供应血给心脏本身。如果今天心脏的这个肌肉没有拿到足够的血，那它就会死掉。它不够血，它死掉，它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泵血，它就没有办法 contract， 那它就没有把血运输到身体的各个其他重要的器官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 coronary artery没有办法给心脏足够的血。最主要的原因，最 common 的原因是当里面有这个阻塞。当我们的这个 coronary artery 堵塞的时候，我们的血就没有办法通过这个阻塞的地方去把血供应给这个心脏，它就拿不到氧气，就会死掉，因此就会造成这个 myocardial infarction 心肌梗塞。所以这是它的病理学，我们会学这些东西咯。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学到这个 pharmacology 药理学，就是学各种各样的组别的药，然后每一个药它本身又有什么 side effect 这样子。比如说 antiplatelet 抗血小板药物，当中就包括 aspirin 这个药。那 aspirin 呢，它是属于 COX inhibitors， 它的功用，它的这个机制是怎样去运作的？可以是这样子的，它会去预防这个 platelet， 也就是血小板的这个生产。为什么要预防呢？因为一般上的 platelet 是当我们流血，我们有伤口的时候 ，platelet 就会集结在一起，做成一个 clot， 一个血块，然后塞在那边，预防你流太多的血出去。但是呢，这个东西本来是一个好事来的。不过，当我们有心脏的这个血管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希望不要有这些血块，因为当你有血块的时候，你就有可能堵塞着你的这个 artery， 你的血管，所以我们就会给 antiplatelet 来预防这个 blood clot 的形成，然后就预防你的这个心脏病的这个心肌梗塞更加恶化，或者说预防下一次会发生这件事情。当然，每一个药呢，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副作用的。而 antiplatelet 最主要的副作用，因为它是预防这个血 clot 在一起嘛。那你如果有伤口流血的话，那就没有这样容易止住咯。所以它的主要 side effect 是流血。基本上这就是我们在 preclinical 会学的东西，就是各个系统，然后学各种各样的病，会学很多东西。但是对比起 clinical use 的话呢，我们其实对于这些病人本身的症状啊，还有我们要怎样去 manage 这个病人啊，我们的了解程度还是有限的，因为毕竟我们都还没有真正去见过这些病人嘛，所以这就需要到 clinical use 这3年的这个学习。在 clinical use 里面呢，我们会学的东西会轮转在各个专业当中，这是我觉得挺不错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些比较重要或者说比较繁重比较大的科系啊，好像内科啊 surgery 啊妇产科啊儿科这些，在我的大学 UKM 的话，我们会学2次，第一次是在 Year 3或者 Year 4的时候，然后在 Year 5的时候又再次学多一次，轮转回去这些专业，然后复习多一次这样子。除了那几个比较大的专业之外，我们也会有机会接触到像精神科啊、麻醉科、眼科、耳鼻喉急诊等等。So 虽然可能在有一些比较小的 posting 里面，我们只会去到可能2个星期，就是比较短的时间。无可否认，在这短短的2个星期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去学到这一个专业里面的一切，没有办法掌握到很好。但是我们至少都能够 expose 到在那一个专业里面一些比较 common 比较常见的病。这样子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以后不管我们在哪一个专业发展，在哪一个专业去 practice， 我们都至少会知道其他专业的略知一二，就是 common 的东西我们还可以知道，这样我们还是可以就是生产出一个专业又全面的医生这样子。那在每一个这个专业当中呢，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会学这一些东西 clinical skills 还有 patient care。 history taking 问诊就是问病人问题， physical examination 去检查病人的身体， diagnosis 去诊断到底病人得了什么病，还有 investigation 跟 management 就是去用更进一步的检查，还有去怎样治疗这个病人。这些都是我们在 clinical use 里面会接触到，然后需要去学的东西。你当然放心，我们身为医学生呢是没有办法参与到病人的真正的这个治疗当中的。我们只是跟着医生怎么做，我们就从中学习这样子而已。那到底具体这些东西又是我们会做什么呢？我知道你们需要的是画面感，所以再次给大家一些画面。首先第一个步骤我们假设今天有一个 case， 今天有一个病人呢，他突然间觉得他的胸口痛，然后痛到没有办法忍受，他就赶快跑到这个急诊部。身为一个医生，我们会做什么事情？从病人来到直到病人被治疗成功到回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会做的第一个步骤叫做 history taking， 就是病史采集或者问诊。比如讲今天这个病人他告诉我们说他胸口痛，胸口痛这个东西本身就有很多种可能性是会导致胸口痛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就需要问更多的问题咯。我们会需要知道这个胸口痛的性质是怎样的，我们就会问病人一系列的问题，然后病人就会回答。可能这个病人会讲我的这个胸口痛是在左边这边，然后感觉是在这个骨头后面的痛，从1个小时前就开始痛了，然后这个痛是持续的它没有任何好转，然后越来越痛，所以我才要来。它的感觉是很像有一块大石头，甚至是一个大象踩在我的胸口这么痛。
OK， 然后这个痛呢不只是在我的胸口哦，它还有去到我的左肩，去到我的下巴，然后我除了痛之外，我还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动呢很剧烈，我还冒冷汗，然后想要吐。OK， 我就算躺下来我休息我都不会缓解，然后这个痛的程度去到了这个8分这么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单单胸口痛，其实就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想要从病人口中去了解，才可以知道到底这个痛呢是心脏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这样子。当然，for 每一个病人，我们还需要去了解到一些 risk factors， 问这个病人，比如讲这个病人就讲哦，对我确实有高血压，有高胆固醇，你有吸烟吗？我每天都会吸一包烟，吸了20年。家人有没有人有过相关的这个症状？有，我的父亲曾经因为这个心脏病进医院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会做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去问诊。那问诊过后呢，有一些东西是我没有办法从病人的口中得知的，所以我们就需要做检查 physical examination。Physical examination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医生通过我们的五官、眼睛手耳朵去对病人做一些简单的检查。你当然就包括了，比如讲在内科里面，我们就会有很像 cardiovascular system examination 呼吸腹部神经等等。而我们一些这些体检呢，我们会做的事情有几个，主要是 inspection、palpation、percussion 跟 auscultation。inspection 呢，就是眼睛看。我们去看这个病人，到底这个病人有没有很像他很痛或者他很喘或者是可能他的皮肤或者他的眼睛感觉黄色，这样就是还有黄疸，可能他的肝有一点问题，或者是感觉他脸色苍白，那他可能有贫血。palpation呢，就是我们会用手去触碰病人，比如讲动到的时候会痛，或者说我们会摸到一些肿块。再然后呢，就是 percussion 呢，就是我们会用手去敲病人。通常会敲他的肺部那边，这个就比较特别比较少人知道。比如说我们在敲他的肺的时候，发现他有一些空洞的声音，那就代表里面可能有空气，那可能是气胸。如果我们在敲的时候感觉里面有点钝，就是感觉有点水在里面，那还有可能是这个里面有水，肺积水这样子。除此之外呢，还有 auscultation， 就是听诊。我们会用这个听诊器呢去听他的心脏或者是他的肺的声音，看有没有什么异常这样子。比如讲肺的话，可能可以听出还有感染或者有一些呼吸道的问题。这就是体检。体检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不太需要什么繁重的仪器，你只需要有一个人带着一个听诊器，你就可以做到这些东西它能够告诉我们一些病人没有办法嘴巴告诉我们的东西，比如讲病人怎么知道他的肺有没有水所以我们就需要去敲还有去听或者是体检。那在那之后呢，我们就需要去 come up with 一个 list of differential diagnosis。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根据病人所告诉我们的资讯，还有我们所检查到的资讯，来得知到底病人其实是什么病，以及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是我们需要去不能忽略的。比如讲，在这个胸口痛的这个 case 里面呢，那它最有可能的病呢，就是叫做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就是心脏病当然，它又有分成好几种不同的这个 classification， 我这边就不一一赘述。除此之外呢，它不一定是心脏本身的问题，它也可以有其他原因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当然就包括了 aortic dissection pulmonary embolism pneumothorax， 还有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的 GERD。因为特别是如果它会危及到生命的话，我们就需要去确保病人没有这个病。因为不是所有的心脏痛就一定是心脏病这样子。那在有differential diagnosis过后呢，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去开始治疗。或者说，如果我们还不确定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去做 investigation， 进一步的检查。investigation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通过一些外力的援助，比如讲实验室检查 lab investigation， 或者用 imaging 的方式放射学、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lab investigation 呢，它就可以包括像验血或者验尿这些。验血呢，一般上可能我们可以去做 full blood count 来知道你的白血球、红血球的数量。到底你有没有贫血有没有感染的可能性？还有 renal profile liver function test 来知道你的肾还有肝的功能。因为如果你的功能不好，如果你比如说有肾衰竭的话，在药的使用上面，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减少那个剂量，甚至是有一些药你不能吃，我们就需要换另外一种药这样子。除此之外呢，还有 imaging， 就是我们会为你的这个器官拍照。那最 common 的就是 X 光还有 ultrasound CT scan MRI 等等。
总之就是我们做检查，这些检查呢，它会需要这些比较仪器啊这些，然后它会比较花一点时间，最快可能也需要安排可能几个小时才可以知道，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直接就开始做治疗了，不需要等这个检查。当然有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去 confirm 我们的这个 diagnosis 是否正确。好像在我们今天的这个 case 呢，我给你的例子呢，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做的，比如说 electrocardiogram 心电图，还有 cardiac biomarker。这个呢，它的作用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得知它到底是有这个 ST 段抬高还是没有抬高，因为STEMI 跟不是 STEMI 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有所不同的。OK， 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就可以进入最后一个步骤，也就是治疗啦。OK， 在 management 呢，for 这个 case 的话呢，它最好最优先选择的一个 management 呢，叫做 PCI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简单来讲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血管呢已经阻塞了，所以我们就放进去一个 balloon 一个气球 with 一个 stent， 用气球呢撑大这个被阻塞了的血管，这样它就畅通无阻了。这个气球撑大过后呢，我们把那个 stent 永久的留在里面，这样它就可以预防重新关回来，重新阻塞。所以这是在治疗这个心脏病 for STEMI 的话，它的一个疗程。当然，治疗方面呢，它也可以是一些 lifestyle modification， 比如说戒烟减重它也可以是给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antiplatelet 等等，就这些都是我们会需要 for 每一个病需要学的东西咯。所以以上这几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在 clinical years 里面会学到的东西，它就是 prepare 我们成为一个医生，因为当我们成为了一个医生，真的医生了过后，这就是我们在 practice 里面会做的事情。那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让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其实回头望去不管当初的目标是医学系还是任何科系都好，我们都会发现到，在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也就是 SPM 里面，如果你把它考好的话，那你的未来就会一片光明，就会平步青云。不管你要申请任何的 Pre-U 大学科系，甚至是你会有机会拿到奖学金，你的未来呢都是被保障好了的，只要你的 SPM 成绩考得好。因此，如果你或者是你的亲朋戚友、你的弟弟妹妹正在准备 SPM 的话，那你就一定要来参与这个 Power Up Academy 的 SPM 冲刺班。这是我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呈现的冲刺班，我们教的科目有包括 Sejarah 各种数理的科目，还有 Account。这个冲刺班能够让你用每一个科目短短15个小时的时间，就复习完一整年的所有课纲内容，而且每一个科目的学费呢，就只是一个火锅的价钱而已。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到影片下方的 description 找到详情。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身为一个医学生有时候会去 refer 的 YouTube channel。当中我最喜欢的是左上角的这个 Osmosis 它的影片不会太长，每一个病大概是10分钟而已，然后它就会在短短的10分钟里面告诉你这个病所有重点，甚至它会告诉你这个病是怎样形成的。而且它的表达方式呢，会让哪怕你不是一个医学生，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你其实也能够明白的。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某一个病欢迎你自己去 explore。好了，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所有东西。我的这个毕业大考呢会在8月，希望可以考好，希望可以顺顺利利毕业。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欢迎你为影片点赞分享。如果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想要讲什么的话，都欢迎你留言，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